结婚2年的丈夫难得主动。缠绵过后，他问我阿泽是谁，我心头一震，那是我偷偷记在日记本上一个男人的名字。不等我解释，他再次开口：宋晴，我们离婚吧，耽误你2年时光，该放你去找属于你的幸福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如果今天没有在新闻上看到他白月光要回国的消息，这话我差点就信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对于离婚的事，其实我并不意外，这个结果早在2年前，我们在医院出狱时就已经注定，因为我们的婚姻是一场交易。当年他出钱救了我重病我妈的命，而作为交换，我要嫁给他。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从来都是避而不答。直到那次，我无意中看到他钱包内家里的女人照片，女人有一张与我极为相似的脸，或者说，我与那个女人极为相似。一切疑问不言而喻，我不过是个替身罢了。后来我暗中打探才得知到，女人是他心中的白月光，可惜在他发生意外双腿受伤后，就已经离他而去，而我刚好在那时出现，成为了弥补他心中伤痛最好的良药。得知真相后，我不止一次提醒自己不要深陷其中，可墨菲定律好像真的存在，我还是爱上了他。时间越久，情感就越强烈，内心也越不安。直至今日，我们2年的婚约被叫停，我想这种不安也终于能停下了。这里有400万，算是这2年对你的补偿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视线却落在了他倚在桌柜的那双长腿上。要是没有康复，他会不会不离婚？如果不够，我再让小谭打给你。再次传来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，我回过神才发现被他误会。2年400万怎么不够？对我来说绰绰有余，明明是场不错的买卖，可心里还是很不甘呢。我紧了紧拳，摆出足够淡然的神情，应道：不用，这些足够，等你有时间把手续办了吧。他随手点了支烟，模糊的好顺着烟雾吐出，若隐若现的白雾下，他低垂着眸，看不清表情，可微微勾扬的唇角昭示着，那应该是开心解脱的。他穿好衣服准备离开时，我没忍住开了口：裴川。他停步看我，神情淡漠。我把挽留的话咽回肚子里。祝你幸福。他薄凉的唇勾起一丝弧度，你也是。然后消失在我视线里。好聚好散，或许是我们最好的结局。隔天，我仅用半天时间就打包好了所有行李，回首2年。其实这里属于我的东西并不多，名牌服包，昂贵的珠宝首饰，我不曾有片刻留恋。唯独让我不舍得的是无名指上那枚裴川亲自为我戴上的婚戒。但最后，我还是把它连同那张400万的银行卡留在了别墅。坐上离开的出租车时，我突然想到了裴川，此刻他应该也在去见白月光的路上吧。明明我们都在各自奔赴新生活，可我的心却怎么也雀跃不起来。失神间，手机作响，我顺势接起，听筒传来熟悉温柔的声音：晴晴，这周末是老太婆我的生日，你和裴川别忘了一起回来啊。说话的是裴川奶奶，也是裴川唯一的亲人。早年裴川父母出意外去世后，他便是奶奶一手带大，祖孙俩感情极好，而我恰好与奶奶投缘。结婚后他也很喜欢我，现下想来，这2年来裴川对我还算不错，多半是因为老太太。我不忍心坏了老太太念想，暂且没提离婚的事。答应后又寒暄几句，便挂断了电话。等车开到我家楼下时，手机再次响起，是裴川。
不出所料，应该是为奶奶的事打来的。我们离婚的事你没告诉奶奶。果然，我正准备开口讲明，他却道：既然没说，那就先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她担心。好，回到家，我妈看到我行李时，不由一愣：晴晴，你这是和裴川吵架了？我们要离婚了。我推着行李箱朝房间走，平淡回他：什么？你提的还是裴川提的？我妈火急火燎地追进屋门问我。看着我妈那副刨根问底的架势，我索性说了个明白：裴川这小子未免太薄情了吧？为一个当初抛弃他的女人和你离婚，也不想想这2年是谁在他身边照顾他？要不是你，他的腿能好这么快吗？够了妈，我累了，您让我一个人待会吧。我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随后出了屋，躺在床上。回想起我妈的话，我莫名觉得有些可笑。裴川哪里是薄情，分明是用情至深。但我不是那个他愿意深情以待的人，不愿再想狗男人。我强迫自己睡着了，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听见门外隐约传来对话声，我才清醒过来，似乎是我妈在和什么人说话。我顿时清醒了，弹起来跳下床，靠近门口，听到了裴川的声音：妈，我是来接宋晴回家的。我握上门把的手一顿，他这话什么意思？不等我反应，门被我妈从外推开。我与她对视的瞬间，看见她开口：晴晴，你醒了，正好裴川来接你，赶紧收拾一下，跟他回去吧。说话间，我已经站在裴川对面，我有些茫然地看向他，他却倒是很淡然：宋晴，跟我回去吧。可我们还没离婚呢。他打断了我的话，我妈恰在一旁帮腔：是啊，有什么误会，你们回去慢慢说清楚，别随便拿离婚开玩笑。眼看我妈是铁了心要让我跟裴川回去，我也懒得再多说，收好行李，跟着他离开。刚下楼，我忍不住问道：裴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顿住脚步，叹了口气，侧头看我：奶奶想让你过去帮忙准备生日宴，去了别墅没见到你，还有这个，你忘记拿了。裴川说着，拿出那张银行卡，递到了我面前。我沉默数秒，最终倔强出声：不是忘了。他干脆地塞进我手里，语气寡淡：这是你该得的。说完，迈着长腿走向车边。我看着手里的卡，视线渐渐模糊。商人还真是讨厌，偏要把纯粹的东西也沾染上铜锈味。该走了。裴川的声音传来，我收起唇角讽刺的弧度，走在他身后。他打算把我直接送去奶奶家。路上，他的手机响了几次，来电显示都是赵依依，他的那位白月光。我尽量让自己不在意，转头看向窗外，可铃声实在太扎耳，我没办法充耳不闻。不接吗？他看上去有急事。裴川没作声，但铃声却戛然而止。就在我以为电话里即将传来赵依依的声音的时候，却听见裴川问道：宋晴，那个阿泽是你喜欢的人吗？我心头猛地一颤，本想矢口否认，可话到嘴边却犹豫了。我不清楚他是怎么知道阿泽的，但从上次看，他必然对我和阿泽的关系有所误会。我也不想让自己看上去那么狼狈，既然错了，那不如将错就错。是啊，我应声，回头看他，他一双黑漆的眸子目视前方，毫无波动。那瞬间，我心底感到一丝落寞。也是，他又怎么可能因为我的话有所动容？那离婚后，你会和他在一起吗？裴川的询问再次传来。我皱了皱眉：你问这些干什么？他轻声一笑，漫不经心的语气：好奇而已。我收回目光，语气多了几分不悦：以后的事谁会知道？见此，他倒是识趣的没再继续。以后的事的确没人能知道，但我清楚，我和裴川没有以后。和阿泽，
更不会有。车子在院门前停下，进门前，裴川叫住了我，他迈着长腿向我走来，从怀里不知掏出了什么，一把拉过我的手，冰凉的触感裹挟着他指尖的温度传来，刺眼的光在阳光下闪过眼底，待我看清，才发现是那枚我早上才摘下的戒指。别让奶奶疑心。裴川温润清淡的嗓音从耳畔传来，我回神看他，一时间有些恍惚，仿佛回到了他第一次为我戴上戒指的瞬间。走吧，奶奶该等急了。催促的声音让我重回现实，记忆里那张脸与现在重合，是丝毫不变的淡漠。奶奶见到我，一如从前般热切，拉着我嘘寒问暖地说了许多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奶奶在看到我手上的婚戒时，暗暗松了口气。晴晴，既然你要帮奶奶处理寿宴的事，这几天不如就在这里住下吧。听到奶奶的邀请，我有些犹豫，如果留下，那手续的事恐怕又要耽误。犹豫间，我下意识看向站在不远处的裴川，还没等到裴川的答案，就听奶奶又说，裴川正好也一起留下，你们小夫妻俩也好久没陪过我这老太婆了。话音落下，我小心观察着裴川的反应，然而我预想中的婉拒并没出现，他反倒欣然地应了句好。果然，对待奶奶的要求，他向来不会说不，即便他和我都心知肚明，奶奶这么做是出于什么目的。从我们结婚那天起，奶奶每年寿辰还有节日的愿望都是能早日抱上孙子。可她并不知道，我和裴川永远也不可能有属于我们的孩子。吃过晚饭后，结果如我们所料，奶奶早早便催促我们回房间休息。眼下这种情况，我实在不想和裴川独处，便寻了借口多陪会奶奶。裴川似乎与我产生共鸣，配合地先回了房。只是他前脚刚上楼，后脚奶奶就严肃了神色，问我：晴晴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？我愣了下，自问今天和裴川并没露出什么马脚，正想着开口否认，奶奶直接肯定了道：你不用瞒我，我知道赵依依回国了。裴川这小子是不是还没放下他？他和你提离婚了？我再次惊讶，奶奶竟然连这都看出来了。可一想到裴川对我说过的话，我还是否认了。奶奶您想多了，我和裴川没事。晴晴啊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骗奶奶吗？今天我去别墅的时候，看到你留下的戒指了，还有你的东西也都不见了。你们要真没事，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奶奶的质问让我哑口无言。我泄了气，点头承认。奶奶叹了口气，随即牵过我的手：放心晴晴，我们裴家这辈子只认你这一个孙媳，奶奶会帮你的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的确感动，可却没有半分愉悦。就算我真能困住裴川的人，但他的心呢？我回到房间时，裴川已经收拾完，躺在床上，和奶奶聊了什么。他平淡的语气却让我心头一紧，我遮掩住心虚，随口接了句：没什么。商量了下寿宴的细节，裴川没再追问，看样子并没有起疑心。早点休息。他说完，侧身睡下，我则推着行李箱进了衣帽间，打算收拾一下。整理间，那本陈旧的日记簿闯入了我的视线。拿起的瞬间，我脑中突然闪过裴川那时说过的名字——阿泽。翻开日记簿，阿泽二字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。除了这里，我未曾提及过此人。可裴川又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他看到过我的日记，所以才会那样误会我和阿泽的关系？思及此，我不禁自嘲地笑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如果他真的看过，也不会问出离婚后我会不会和阿泽在一起这样愚蠢的问题了。
毕竟一个已经死了10年的人，怎么可能和我在一起？整理好东西，已近深夜。然而我回到房间时，刚才还睡在床上的人却不见了踪影。我本能掏出手机想打给他，可输完号码的那刻却犹豫了，该以什么身份过问呢？即将离婚的妻子，还是契约伙伴？最终我关掉手机，上床睡着了。隔天我下楼吃早餐，见到了坐在餐桌前的裴川，他目光沉静地向我探来，仿佛在提醒我，他从来没离开过这栋房子。裴川，昨晚没休息好吗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裴川的回应肯定了我的想法。没有奶奶，我昨晚睡得很好。他虽这样说着，可眼底却满是遮掩不住的疲惫，看样子倒像是一夜未眠。我不禁有些好奇，昨晚他到底去哪了？而我的疑问，不久后在舆论热搜上得到了答案。井号著名5星赵依依深夜与异性密会，疑似恋情曝光。井号看到这条词条的瞬间，我脑中迅速闪过裴川的面孔。我怀揣着忐忑点开，映入眼帘的照片是赵依依和男人亲密的相拥，从地下车库到电梯间，尽管看不清男人的脸，可那熟悉的身形和穿着却像极了裴川。想起裴川昨晚的突然失踪，我很难不相信这条桃色绯闻的男主角是他。可除了暗暗猜测，我却没有勇气向他求证真相，心里的落寞被无限放大。此刻我只想尽快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然后忘掉这一切，重新开始。之后的几天，我把精力都放在了奶奶的寿宴上，几乎和奶奶形影不离。而裴川也异常忙碌，时常见不到他。奶奶多番想撮合我们，都没找到机会。就在我以为会这样顺利度过寿宴时，意外状况还是发生了。寿宴前一天，裴川依旧早早就去了公司，但没过多久，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：宋晴，帮我看看卧室桌上是不是有份文件。我去了卧室，看到了他说的文件。有，要不要我帮你送去公司？辛苦你了。他还是那样客气，客气的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挂断电话，我随手拿起桌上的文件，却不小心碰到一侧的书堆，书堆下压着张纸，看上去像是份检查报告。我刚想抽出看看，却被门外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：晴晴，你在房间吗？是奶奶。我迅速把书放回原位，应声出了房间。奶奶，您找我？奶奶一见我便露出笑颜：明天就是寿宴了，你陪奶奶去店里取趟礼服吧。礼服店就在裴川公司附近，正好把奶奶送到礼服店后，我怕裴川急用，直接赶去了公司。和裴川结婚这2年，我来公司不超5次，所以没等进门我就被人拦下了。小姐，您找谁？裴总在吗？听到我找裴川，女助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又问：有预约吗？我摇头。她随即公事公办地开口：抱歉，没有预约，不能见裴总。裴川从未向外宣布过我们的关系，人家也是照规矩办事。我没再多说，正准备把文件托他转交，却突然听他扬了音调说道：赵小姐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转头看去，刚好对上赵依依同样看来的目光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想过我和赵依依会在这样的情境下相遇。她纤盈的身材，完美的脸蛋，无不流露出她高雅的气质，也难怪她会在看到我的瞬间，眼底闪过一抹不屑。小李，这位是？她轻松喊出刚才女助理的名字，可见她回来不过半月，这里已经来了不少次。她是来找裴总的，不过没有预约。听到我找裴川，赵依依看向我的神色多了几分警惕。你和小川什么关系？他朋友。
我的回答哽在喉间，不自觉地攥紧包带。如果我说是来送文件，他应该很容易就能猜出我的身份。正犹豫间，一道熟悉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“宋晴。”我循声看去，裴川已经向我走来。东西带来了吗？他自动忽略了旁人，直接问我。我拿出文件给他，顺嘴多问道：“没耽误你吧？”“没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就听到赵依依略显不满的声音：“小川，今天那餐厅是我好不容易订到的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我恍然，难怪裴川会出现的这么凑巧，原来是约了心上人吃午饭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裴川露出微笑，越过我迈步上前，揽住了赵依依的肩膀，一瞬间像是忘记了我的存在。直到我听见赵依依问他：“小川，那个宋晴是你朋友吗？”他目光才重新落向我，对着赵依依轻轻嗯了一声。赵依依轻笑：“什么嘛？”我见他看你的眼神，还以为又是哪个爱慕你的小迷妹。裴川眉尾微抬，语气略带几分玩味：“吃醋了？我实在没兴趣看他们耳语调情。”说了再见，便匆匆离开。从公司出来，我就接到了奶奶的电话。奶奶取完礼服，让司机直接开来了公司。上车前，我特意调整好情绪，生怕奶奶有所察觉。但刚坐进车里，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。奶奶的脸色看上去很不好，老人的身体状况不能大意。我连忙关切问道：“奶奶，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“晴晴，你刚才是不是在公司见到赵依依了？”我一度怀疑奶奶是不是在我身上装了监视器。她既然这样问我，我在说谎，显然没有意义。我刚点了头，便听她怒斥道：“裴川这个不争气的臭小子，竟然还把那个女人带去了公司。”看奶奶这样愤慨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我答应过裴川不让奶奶替我们的事担心，可没想到结果还是这样。我没办法告诉奶奶我和裴川之间的秘密，只希望裴川和奶奶的关系不要受我影响。“奶奶，您误会了，他们只是为了工作上的事，不是您想的那样。”我试图为他们找了个说得过去的理由。赵依依如今知名度不小，裴家一些次要产业是需要借助他们这样的人的影响力，奶奶自然不会完全不信。“晴晴，就算真是这样，你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裴川这孩子念旧，万一被赵依依钻了空子，苦的就是你。”我顺从地点了点头。下午奶奶似乎还不放心，很早就给裴川打了电话，叫他晚上回家吃饭。裴川好像有所察觉，晚上回来得很早，刚换下西装，就直奔厨房，缠到了我身后。他温热手掌攀上我腰间的那刻，我被吓了一跳。我下意识去拍他的手，提醒他：“奶奶还在呢。”他不以为然，下颌抵在我肩上，像小孩子撒娇一样。“奶奶在又怎么了？我抱自己老婆又不犯法。”他的语气实在让人无语，冷不丁让我打了一个激灵。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奶奶，态度缓和不少。“你们小年轻就会秀恩爱，我可不打扰你们了。”奶奶调笑着出了厨房，裴川却似乎还没放手的意思。我又拍了拍他的手：“松开吧，奶奶走了。”裴川应道，慢慢收回手。他没急着离开，而是靠在一侧，和我闲聊起来。“寿宴的事没少费心吧？”我自顾自忙着手上的活，淡淡应他：“为了奶奶，这是我应该的。这阵子辛苦你了，既要配合我，还要替我忙奶奶寿宴的事。到时我会在补偿费里再加100万。”“当够了。”裴川，我打断他，压制已久的怒火跟着爆发。“你觉得我做这些是为了钱吗？我说了，我帮奶奶是我心甘情愿，至于配合你，那也是我乐意。
拜托你别动不动就把你生意场上的姿态拿到我面前来。裴川被我的反应惊到，但沉默数秒后，他却沉声道：不为钱，你又为什么呢？除了钱，我没什么能给你的。是啊，我要的，裴川从来就给不了我。一滴滚烫划过脸颊，让我顿时清醒不少。我努力平复下情绪，才又说：奶奶寿宴结束，我们就去把手续办了吧。你寻求你的真爱，我也要开始新的生活。裴川闷笑一声，而后说了声好。寿宴如期而至，当天来了不少贵宾，其中不乏裴川好友及生意伙伴。只是我没想到赵依依也会来。凡是参加寿宴都需要邀请函，除了我和奶奶亲自发出的，裴川也发了一部分。赵依依的如何得来，不言而喻。可今天是奶奶寿宴，裴川不该让她来的。若他只是来贺寿，倒也不妨。可当他拦住我去路的那刻，我就知道他此行目的绝不单纯。宋晴，他喊着我名字，步步向我靠近。我警觉地和他保持距离，冷声回应：赵小姐，有事找我。他讽刺道：这里又没别人，你还装什么？抱歉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懒得与他纠缠，转身欲走，却被他一把拽住。宋晴，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和裴川是什么关系吗？别忘了你是靠什么才让裴川把你留在身边的。现在我回来了，裴川已经不需要你这个替代品，识相点，你就该快点从他身边消失。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笑了。裴川啊裴川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还没有机会看到大明星如此失态的一面。赵依依气急败坏起来：你笑什么？信不信我现在就让裴川跟你离婚？信啊，我们本来就要离婚了。我淡然笑道。赵依依脸上却闪过愕然神色，看这样子，她似乎不知道我们离婚是因为她呢。她像发出的导弹突然没了目标，刚才汹涌的气势瞬间卸掉。我试图挣脱她的手掌，不等完全抽离，她又突然来了精神，双目一睁，猛地将我的手拽向她。随着她一声惊呼，我眼睁睁看着她向身后的泳池倒去。同时间，我听见一声冷冽的低吼：宋晴，你在干什么？待我回神，我只看到裴川跟着跳进泳池。原本平静的后园很快被人群占满，议论声纷纷而起。发生什么了？掉进水里不是舞蹈家赵依依吗？听说是裴少爷的前女友。站泳池边的那位是谁呀？不知道啊，以前好像没见过。这该不会是什么前任现任撕逼大戏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今天可是裴家老夫人寿宴，要真是这样，那这现任也太不懂事了吧，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，看起来就一副小家子气，哪里能跟舞蹈家比？说的也是，你看这裴少爷二话不说冲进去救赵依依，明眼人谁看不懂？我站在原位，觉得此刻自己像极了一个小丑。无措间，一双温热手掌突然附上了我的手。晴晴别怕，有奶奶在，今天谁也别想欺负你。你先上楼去把礼服换上，晚点到大厅来。我有些犹豫地看向奶奶，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温声道：听话。离开前，我只听到奶奶对裴川说：把人带下去换件衣服，一会你们都到大厅来。我心中有些不安，不明白奶奶到底要做什么。半小时后，我换好礼服来到大厅。刚才聚在后园的人此刻都汇聚在了大厅内。目光流转间，我看到同样换好衣服的裴川和赵依依，而裴川的脸色看上去并不好。很感谢诸位今天来参加我老太婆的寿宴。奶奶的声音赫然响起，众人目光纷纷探去，认真听着奶奶继续。不过除此之外，
今天我还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宣布。”奶奶说着，视线扫向我，又落向裴川。我心中一紧，跟着便听奶奶说：“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孙媳妇，裴川的妻子宋晴。”话音落下，全场无一不惊叹，赵依依的脸色更是难看至了极点。我下意识去看裴川的反应，然而他脸上却没什么表情，甚至连一丝怒意都看不到。届时，耳边的议论声再次响起：“什么前任现任，人家是正宫啊，光小辈喜欢有什么用？这老辈不认的人是领不回家的，上不得台面的。不过这裴少爷是什么时候结的婚？之前一点没听说呀。”在众人的讨论声说，我和裴川被奶奶叫到了身边。奶奶牵起我的手，放进裴川的掌心。从前裴川温热的手掌，此刻却冰凉的吓人。我侧目看他，他鬓角隐约渗出了些汗珠，脸色看上去也变得愈发苍白。裴川看上去不太对劲，我有些担心，只想让奶奶尽快结束。下一秒，我主动握紧裴川的手，对奶奶真诚说道：“奶奶放心，我和裴川会好好的，将来给您生个大胖孙子，陪您安享晚年。”果然，奶奶面对我的回应很开心。裴川微顿，薄唇轻启：“是的，奶奶，我会好好对宋晴的，得到满意的结果。”奶奶大为欢喜，其间不忘向不远处的赵依依投以警告。好在最后寿宴还算圆满结束，只是刚散场，裴川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。想起他刚才的状态，我没上去打扰。奶奶正好趁此找我谈起了心，她拉着我的手，不变的语重心长：“晴晴，我知道自打你嫁进裴家，没少受过委屈。当初裴川提出隐婚，我就不同意，他肯定是存了别的心思。果不其然，不过现在好了，今天我算是给了他个警告，也算给你一个交代。只要往后你们两个人好好的，我老太婆也就放心了。”看着老人期盼我们美好未来的样子，我心中忍不住发涩。若是日后奶奶得知了真相，不知道会有多么伤心失望。我突然有些后悔当初答应裴川，比起欺骗，倒不如告诉奶奶现实来得干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可当话到嘴边，望着那张慈眉善目的面孔，我却狠不下心了。算了，还是等一切尘埃落定再说吧。裴奶奶又闲谈几句后，我有些倦了，准备上楼休息。临走前，奶奶让阿姨准备了2杯热牛奶给我，说是安眠。想到裴川，我端着牛奶上了楼。许多年后，我时常会感慨奶奶这次的决定有多么正确。我推门走进房间时，裴川已经不在床上。在看到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后，我才确定他没有突然消失。我放下牛奶，恰巧看到他手机弹出的一条消息，是赵依依发来的。他说：“裴川，你这样做有意思吗？”这恼怒的语气多半是因为寿宴上的事。我正想着，身后蓦然响起低沉嗓音，把我吓了一跳。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我转过身，裴川只围着条浴巾正站在我身后，他墨色的短发还在滴水，显然刚洗完澡。我努力掩饰住紧张的情绪，回道：“放牛奶，奶奶准备的，记得喝。”说完，我抓起睡袍，以最快的速度躲进了浴室。浴池的水渐满，我紧张的情绪也逐渐得到缓解。我脱下衣服，缓缓躺进浴池，把所有的烦躁和疲惫都卸个干净。被温热包裹的瞬间，的确让我放松了不少。然而就在我渐入佳境时，浴室门突然传来响动，我还来不及避身，裴川就冲了进来。他身上还裹着那条浴巾，但头发已经吹干，只是此刻他脸上却泛着不正常的红。
裴川，你没事吧？我本能地向后躲去，双臂遮在身前。裴川对我的询问充耳不闻，喘着粗气向我逼近。我意识到不对，伸手想去够浴袍，结果却被他一把拽住。裴川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提了音调质问，试图挣脱，可裴川的力气大得惊人，他猛地一拽，我整个人便朝他倒去。下一瞬，我们都跌进了浴池，水花四溅。我来不及反抗，就被一个霸道的吻堵住了声音。裴川的唇和他身上都烫得吓人，他唇齿间未散去的奶香让我幡然醒悟。纵然如此，我依旧在挣扎，可我的抗拒使他变得更加兴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整个人似乎都变得不太清醒了。恍恍惚惚间，我感觉到身前的人停了下来。我舔了舔干涩的唇，在他耳边轻唤：“裴川。”他动了动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。我努力去听，可在听清后却遍体生寒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依依。”隔天，裴川清醒过来，我已经收拾好坐在床边。他揉了揉眼，不明所以地看向我：“怎么没下去吃早饭？”我深呼吸了口气，随即干脆开口：“我们今天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。”一切仿佛静止了，直到裴川的声音响起：“好。”吃过早饭，我们直奔了民政局。手续办得很快，不过距离真正结束还有1个月的冷静期。站在民政局门口，他主动问我：“还有1个月，要跟我回去吗？”我看了看大好晴空，浅笑着摇摇头：“不了，冷静期是1个月，和从此刻起，我和裴川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纠葛。”但分别前，我还是不放心地说道：“奶奶那边不用担心，我会和奶奶说清楚的。”听他这样说，我也没再多说，等过了这阵，再亲自向奶奶赔不是吧？裴川走后，我打了辆车，准备去市中心消费一波。坐在车内，看着沿途路过的风景，我突然发现，真正的离别似乎没有想象中那样痛苦，反倒让我如释重负。我小心翼翼爱了2年的人，将从此在我的生命中消失。其实我也不曾损失什么，人这辈子总要爱过几个人的，何况这场爱恋中，我还得到了一笔巨款，不亏。说是购物，可望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物品，我却没有一件想买的。我漫无目的进出于各种店，思绪却游离在外，一不小心就撞上了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一边道歉，一边揉着发痛的额头，跟着一道温润男声从头顶传来：“没事，你没伤到吧？”我摇头看去，待看清眼前人的长相时，心中一惊，2个字脱口而出：“阿泽。”那人神情一顿，面露愕然。见此，我更加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？死了10年的人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？关于阿泽，一直是深藏在我心底的愧疚。大约10年前，那时阿泽还是我爸的学生，他成绩优异，品行端正，我爸很喜欢他。再加上阿泽出身不好，自幼父母早逝，跟着外公长大，所以我爸常常会带他回家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。老话说，1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那时我爸也常说，阿泽就是他的儿子。我也因此把阿泽当作了自己哥哥。我本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幸福生活下去，直至长大成人。可天不遂人愿，在我18岁生日那年，我爸和阿泽因为赶回家参加我的成人礼，发生意外，我爸当场死亡，而阿泽下落不明。几年之后，阿泽依旧没有消息，大家就都认为他已经死了。阿泽和我爸的死变成了我心底永远无法抹去的执念。我始终认为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们不会死。也是从那之后，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。
我妈重病，遇到裴川，种种一切，我自愿当作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，有生之年我竟然再次见到阿泽。所以10年前你没有死。我迫不及待想从阿泽口中得知真相。阿泽沉默片刻，才缓缓开口，讲了他的遭遇。我找过你们，可你们已经不在那里了。我听着阿泽奇迹般的遭遇，心中感慨万千。那天我们几乎坐在咖啡厅里聊了1个下午。在得知他时间方便后，我带他回了家，而妈妈在见到他后的反应几乎与我一模一样。她像小时候那样准备了很多丰盛的菜肴，那顿饭是我多年来吃的最为舒心的一餐。只是这样的快乐，在我妈意识到我是一位已婚人士后戛然而止。晚饭后，我妈把我叫到了卧室。晴晴，这么晚你还不回去？裴川不找你。我不以为意地划着手机，无比淡然。我们离婚了。你真离了？我妈压低的音量依旧掩盖不住她的惊诧。我说着，从兜里翻出一张银行卡，交给了她。分手费400万。我妈看了看卡，又茫然看向我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给你呀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别再操心我的婚姻生活了。拿着它踏实养老吧。你可真行啊，宋晴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以后你爱怎样怎样，我才不管你。我妈怒其不争地说完，就出了房间。我看着手上的银行卡，讽刺地笑了。裴川，看到了吗？不是谁都喜欢钱的。那天之后，我和阿泽的关系仿佛回到了小时候。我们无话不谈，但除了我的感情，我常带他回家吃饭。而当初说着不再过问我感情生活的我妈，似乎按捺不住了。她开始有意无意撮合我和阿泽。虽然阿泽和他从前的豪门女婿比不算富有，但却足够优秀，长相帅气，稳定的工作，有车有房，为人风趣又体贴，又是知根知底的人。无论怎样看，都是做女婿的最好人选。最为关键的是，阿泽喜欢我。在阿泽又一次吃完饭离开后，我妈终于忍不住向我发问：晴晴，你觉得阿泽怎么样啊？我故作不明，随口说道：挺好的。那怎么说，你对阿泽应该是有感觉。我看得出阿泽挺喜欢你的，你就没想跟他试试？面对我妈的询问，我迟疑了。我对阿泽是不讨厌，可那似乎也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。尽管不想提起，可和阿泽在一起的某个瞬间，我心底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裴川。如今过了近半月，不知道他和奶奶还好吗？那晚我虽然没给我妈明确的答案，但不久后，我在带阿泽回家吃饭，他是以我男朋友的名义。我妈知道我听进去他的话，很开心。我和阿泽虽然没有寻常情侣那样浓烈的热恋，可因着对彼此足够了解，感情还算稳定。只是有时，阿泽会突然对着走神的我问：晴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憋在心里？但我每次都只对他笑笑，然后摇头说没事。我知道阿泽能感觉得出来，可他尊重我，我不说，他也不强问。转眼，我和裴川1个月冷静期已到。去民政局正式办理离婚证那天，裴川却失联了。我跑去别墅和老宅找他，却都不见他踪影。就连奶奶也搬离了老宅。我平静了近1月的心，在此刻突然变得躁动不安起来。毫无头绪时，我想到了一个人，赵依依。我通过朋友找到了赵依依的工作室，但我没想到，当我再见她时，她正挽着一个陌生男人，而她见我，已然没了那时的愤怒，只是眼底的不屑丝毫未减。赵依依，裴川呢？我开门见山地问道。她忍不住发笑：宋晴，你可真有意思，你找不到自己老公跑来问我干什么？我说过我们离婚了，
今天是我们办证的日子，但我联系不上他了。你们旧情复燃，你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？”赵依依听到我的话，当即反驳出声：“什么旧情复燃？宋晴，你别胡说八道！看不见我男朋友在这吗？”我抬眼看了眼他身侧的男人，莫名有点眼熟。当我注意到他手上戴着的那枚戒指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是那天绯闻里的男人。所以那晚没等我深想，赵依依突然拉起我走到了一侧，确认她男朋友听不到后，她才又说：“宋晴，现在我也不怕直白告诉你，当初我回国是想过跟裴川复合，可那家伙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，直到那天老太太寿宴上，我才明白他那么做的目的，他是在故意逼你离婚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是因为他得了癌症，根本没多久可活了。”宋晴的话如晴天霹雳般落进我耳中。裴川得了癌症，一瞬间，过往那些我不曾注意的记忆突然涌进我脑海。书堆下的那张纸，裴川深夜突然失踪，还有那天寿宴上，种种似乎都验证了赵依依的话。她得了什么病？我蓦地抓住赵依依，急声问道。赵依依皱着眉，不耐烦地回我：“好像是脑癌。”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赵依依那离开，我只觉得脑中一片空白，心脏像被人掏空一样，凉飕飕的。裴川的电话依旧打不通，我恍惚走在街道上，脑中一遍遍闪过裴川的脸，还有那时他说过的所有的难听的、动人的、无情的话。无尽的悔意突然从心底涌出，如果我能早点意识到，会不会事情不会发展成这样？我无法想象此刻的裴川该是怎样的痛苦，更不敢去想奶奶在知道一切真相时该怎样承受。看着川流不息的车道，我突然不由自主地迈腿走去，随着一道刺眼光芒闪过，我耳边传来一道紧张的男声：“晴晴，你不要命了吗？”我侧头看去，不是我心心念念的那张脸，是阿泽。下一秒，我伏在阿泽肩头，痛哭出来。阿泽就这样静静陪着我，直到我冷静下来。我缓了缓思绪，将遇到阿泽之前，我和裴川发生的事尽数告诉了他。在阿泽得知一切后，我以为他会愤怒，会失望，可没有，他只是看着我，嘴角噙着淡淡的笑。沉默良久后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盒子：“晴晴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本来打算跟你求婚的。”他说着打开了盒子，里面是一枚钻戒。看着戒指，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。我承认我对不起阿泽，当初听我妈的话选择他，我只是为了尽快忘记裴川。可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，心里装了一个人，就再也装不下另一个了。晴晴，如果我说你的过去我都不在乎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望着阿泽，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落下。对不起，阿泽，可我已经嫁给别人了。听到我的回答，阿泽的泪跟着落下，拒绝了阿泽。我起身准备离开，我要去找裴川，不论这次结果如何，我都要陪在他身边。但阿泽却拉住我，对我说：“我陪你一起。”这一次我没有拒绝，我们一家医院的找，还拜托朋友帮忙打听。临近深夜，我终于得到了关于裴川的消息，他在远郊的一家肿瘤医院。得知消息的那刻，我喜极而泣。出发的路上，我从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急迫、紧张。我忍不住去想裴川看到我时的反应，去想未来的日子我们要怎样一起度过，去想会不会有奇迹发生，裴川能陪着我再过10年、20年，甚至更久。可所有想象都在我见到裴川那刻破灭。1个月前，我们分别时，那个还意气风发、冷峻桀骜的人，现在却只能躺在重症监护室里，
靠着呼吸机艰难度过。我穿上隔离服走进病房，近距离看到他被病痛折磨不堪的模样，我却没有再像最初那样落泪。裴川，我是宋晴啊，我来看你了。我轻轻在床侧坐下，柔声同他说着话。裴川，我们这么久没见，你都不肯睁开眼看看我吗？1个月期限到了，你怎么逃跑了呢？裴川，为什么要把我推开？你明明不舍得的。如果你想我留下，告诉我就好了，何必用这种方式呢？裴川，音落，我已经泣不成声。宋晴，你来了呀！微弱的声音突然传入我耳畔，我慌乱将眼泪擦去，看清了眼前人努力睁开眼瞧我的模样。我紧紧握着裴川的手，向前凑近，想努力让他看清我。是啊，我来了，裴川，我们俩还没离婚呢，我不许你死。听到我的话，裴川笑了，他勉强着点了点头，嘴里艰难地说着什么，我听不清，又凑得更近，我的耳朵几近贴到他嘴边，才听到那个模糊的声音。他说：“好。”下一瞬，刺耳的机器声传来，我听到有人喊：“病人生命体征停止了，立刻抢救。”在之后，我记不清发生什么了，我只记得醒来时，阿泽在我身边，他告诉了我2个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，我怀孕了。坏消息，裴川死了。没想到这一次他还是食言了。几年后，奶奶离世，我把他和裴川的墓地放在了一起。那之后，我每年都会在忌日和儿子生日时带他到这里。每一年，我都会对裴川说：“看呐，你儿子念川又长大了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